在菲律宾的潜水圣地薄荷岛，有这么一位年近50的资深潜水教练。搞潜水。是的，在我看来，虎哥的心理年龄也就刚满18。啤酒有的是，清华北大我肯定能考的。退伍陆军出身，我当的是最苦的陆军，满地打滚，冲啊冲！机缘巧合，竟然和潜水结缘。我说学潜水倒也行，交钱。但是交钱呗，学吧，就稀里糊涂的就把钱交了。交了之后，然后马上就提了过去上课去了。但现在已然成为了 Paddy 官方宣传片的潜水教练。我现在除了潜水的东西，我什么都不想学。一路走来，他的学生不仅有各路明星，总数量更高达2000人。我也桃李满天下了，大概有个不到2000个学员。2000呀！截止目前，在薄荷岛潜水圈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全球这么有名的潜水圣地的欧际级潜水教练，就在本期干货满满的世界那么奇特系列专访。世界那么奇特，老杨在这儿呢。咱们又开始了海外专访的栏目了啊！今天呢，来到了薄荷岛，我身边啊，同样也是一位重量级嘉宾，虎哥潜水教练。其实我接触潜水时间也挺晚，第一次在泰国做过体验潜，感觉不是很好，说白了。蛋的，转完几次下去就骗你这点，是不是糊弄事儿？哎，就糊弄。我那会儿就比较胖，没给我带太多配重，我就下不去，硬往下扎。哎，有2米。下去之后开仗嘛，当地那个前导呢就让我摆姿势，但我下不去啊。上面正好有一个大珊瑚，你用手抠着点在珊瑚下面。我说行，下去我就抠着，我感觉我的腿啊还在上面翘着呢，因为浮力大嘛，我就把那大石头给托起来了，所以就那么就凑合潜了一天就回来了。感觉没啥意思。12年我已经36，接触潜水。12年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在妈妈岛考的 OW， 他说呢想过来升 A， 我说那个我们要过2天出去玩去。我说去哪儿？菲律宾。我说菲律宾没去过。他说玩海去。菲律宾有一个岛叫薄荷岛。薄荷岛，我一想这个名儿还挺好听，但是以前只听说过长滩，没听说过薄荷岛。说另外一个岛说挺荒的，人不多，挺好玩，就稀里糊涂的，也不知道到底是干嘛，就可能就是海岛玩去。到了这儿之后呢，去阿罗纳那沙滩找一个喝 shake 的地儿。那朋友说我约了一个潜店老板过来聊聊咱们学潜水的事儿。我说学潜水倒也行，我也没什么想法，就来了。来之后一聊说交钱，但是交钱呗，交钱啊，学吧，就稀里糊涂的就把钱交了。交了之后，然后马上就提了过去上课去了，立刻就去他店里，然后就要上课。当时懵逼状态完全是。就是都没当怎么回事。潜水是要学是怎么学是怎么玩，咱不知道。上理论啊，上泳池啊，然后就出海啊，怎么着就把 OW 学了。学完这个潜水以后，我就觉得哎不错，这比那个体验潜要好多了，哎很好玩。因为我喜欢在水下那个感觉，因为那个时候我太忙了，电话不离耳朵，在水下大概这个40分钟呢，能完全安静，没有电话，没有烦恼，就是水面的事一切全抛开了，就像另外一个空间的感觉，马上就特别喜欢。这样的话，我就学了一个 AOW， 一发不可收拾了。薄荷岛那会儿很原始的，中间那个机场没有，主路没有。薄荷岛的机场在大岛上，就像一个公共汽车停车场一样，传送带是人摇的那种啊，在那转。阿罗纳这条路都是土路，特别荒凉，但是我挺喜欢这个荒凉劲儿。人不多，那会儿中国人也很少。最早我就想，我45岁以后要在一个了无人烟的一个岛上来养老。那会儿30多岁啊，我觉得这个地儿挺适合我的。潜水我也挺喜欢，就上瘾了嘛。从那年开始，每一年大概至少要来薄荷岛3次到4次。一次得多长时间？一开始可能就是1周啊，或者是10来天，后来就发展到20多天，1个多月。12年、13年、14年就这么来回跑，回去就想来。这趟行程已经把后段的行程的机票已经买好了，就是今年刚过年，都看到明年过年的事儿了。哎，对 ，AOW 学完了之后呢，我就开始往上学救援，学潜水长。为了什么你知道吗？是因为我瘾太大了，花钱太多了。潜水长是专业人士，可以带人去潜水，可以在潜店里头可以从事一些工作，带人去潜水啊，所以我可以下的更多，然后花的钱更少一些。办工作办玩儿，每次来大概1个多月，连工作然后带玩儿，但我不挣钱，不要钱。那会儿就是我成为 DM， 我就是玩为主，我就可以省点钱。
住酒店的客房呢，可以少花点钱，后来就不用给钱了。15年决定考教练，为什么考教练 ？DM 已经不能让我更好的去潜水了，你又大了。你想要考教练的话，我可以教人潜水，我可以又挣钱，我还能教人潜水。考教练这个过程，我觉得我特别痛苦。因为我不喜欢看书，我上学的时候学习不是很好，没有上过大学。我高中没毕业呢，就当兵去了，当了3年兵，就为了什么？就为了不上学。我当的是最苦的陆军，满地打滚，就是冲啊朝，在张家口，我是最土的那个，扛着枪往外冲的那种。每天除了训练没有别的干，学习不是很好，也没上过大学。突然一下要学习潜水这么多知识，我没有想到。我觉得我要拿出学教练的这个看书的精神，我估计清华北大我肯定能考上去。15年考完教练以后呢，这就拿身边的朋友开始开刀了，相当于现在的一个自由教练，自己找神儿。比如说你是我的朋友，我说咱吃个饭吧，我就走潜水去了，不好啊！我亲自教你，会有一帮人，然后跟我说来薄荷岛到这个潜店，我就开始教他们潜水。所以我把身边的朋友、亲戚，只要认识我的人，基本上全都教一遍，都是我教出来的，都有这儿了。为什么？不是为了挣他们钱，是为了我随时出去能带一帮人出来，能陪着我玩。其实我觉得这么多年过来，我从事潜水行业当教练的话，到今年的话也10多年了，我也桃李满天下了。稍微看了一下，大概有个不到2000个学员，2000呀！这么多，应该是刨去疫情这4年。真正开始大批量的上课的话，是从18年这个店开，我来到这个店开始就变成常驻教练，因为这个潜店老板呢，他是我的 OW 的教练，所以我就一直跟着他弄这个潜店嘛。我现在在这个店，我也不算老板，我只是算一个资深教练。没事的时候看看有新教练这个课程教怎么样，去看一看，指导一下。导师也不算导师吧，人也不认我。我从事的呢是休闲潜水，可以说比踢足球都安全。OW 的课程，10岁的小朋友按理说就可以学了。成人学的方式和10岁小朋友学的方式是完全一样，流程方式包括理论讲解完全一样。疫情这几年回国没回国，因为那会儿已经办工签了，工签是3年，再加上2年的续签旅游签，可以待5年。我从19年到23年，加在一起就快5年了，所以我是23年才回的国。一开始要回去，机票太贵，那会儿薄荷岛回国的机票8万一张人民币啊，后来降到2万多人一张。但那个时候有很多的骗子。那时候疫情的时候，在国外好多这种事儿，好多让人骗了的。是啊，我跟我媳妇说，咱就不回去了，你也别去约那个票去了，让人骗了吧，心疼。2万多机票，说句不好听，有2万多的，你在这儿能生活多长时间？要好好弄半年都没问题。对啊，咱俩回去一趟，乱七八糟加一块儿，最起码得10万块钱。有这10万块钱，你在这儿这个2、3年都够活了。你那会儿要想从菲律宾回国，你从菲律宾走，再回到家里头，你估计你没半年你见不着家里人。菲律宾的疫情呢，是从21年底就过去了，因为来了一场台风，薄荷受灾了。这个台风是直接来的，影响了2个月，没电，没有淡水，油限量2个月啊。那会儿真苦啊！薄荷岛是重灾区，那个台风我忘了叫什么，是直接从薄荷岛过来的。薄荷这个岛呢，它是在菲律宾的中部，大多数可以说90%以上的台风是不可能从中部过来的。因为我问过当地的这些老人，我说你们有没有遇到这么大的台风？他说从来没遇到过直接过来的台风。那会儿薄荷岛的所有基础设施你也知道，差电呢是从莱特岛那边过来的，莱特岛呢也是受灾了，所以电断了。薄荷岛它没有本身的电厂，那薄荷岛呢那会儿海上有一个发电的一个船，但是它不能这么长时间的供电，而且它烧油。那会儿油价啊，来台风之前柴油是30多匹1升，台风呢过了之后90多匹1升，还限量。还好台风天呢雨多有风，不是很热，但是没有淡水啊，没有淡水怎么办呢？但是它有啤酒，啤酒有的是，淡水没多少了。那洗澡也是个问题啊。是啊，一下雨我在房檐下面就像瀑布一样，我在脱光了，我在院里跟他们可以洗。我媳妇不行，那怎么办呢？买了一个大盆，接着雨水给烧开了，那么洗。像咱们这样的人可以去看的沉船，其实有很多。菲律宾最著名的地方看沉船的就是科隆，科隆有很多2战的那些日本沉船，都叫这丸那丸，这船丸那船丸。那休闲潜水看沉船的是不能进去的。
休闲潜水叫开放水域潜水，那如果进沉船，那就变成了渗透潜水，这种叫技术潜水。休闲潜水、技术潜水是两方面的潜水。大多数的潜水员都是从休闲潜水开始，休闲潜水这玩的差不多了，就想玩技术潜水。也在菲律宾能考吗？都能考。我现在是一小白，学到技术潜水需要多长时间？其实我建议，至少在休闲潜水，你能考到潜水长这个级别以后，你再去。OW 呢是3天的课程 ，AOW 是2天的课程，再往上是救援潜水是2天半的课程。那如果学完救援以后，我想学潜水长，我要去攒我的潜水次数，每一次皮儿是一个经验，要至少有40次的潜水经验，才能去报考潜水长这个课程。那我可不可以且算40天？对，差不多。你够40潜之后，就可以学潜水长了。潜水长的课程呢是15天，63天了。现在，比如说我是从欧一直到潜水长，我要攒皮儿，我要攒到100潜，攒到100潜才能考教练。考教练的要求就是，你从你的欧到考教练之间的时间要超过半年。我的妈，至少得6个月了。但是你考到潜水长呢是不需要这个时间跨度的，所以你考完潜水长之后，这个时候也不代表你特别了解潜水，你要增加经验，多去一些地方，多遇一些事情，多在一些潜店去工作，了解所有的流程。这个时候你的经验非常丰富以后，你才接触技术潜水。现在有很多人呢，学完 AOW 就玩技潜去了，那这个跨度太大。一个是水体控制，包括安全意识还没有。突然玩技术潜水，你再学一些知识，比如说用混合气体，而且要求在水下比较稳定。那你学完 AOW 的话，你可能没有达到这个要求。但是现在有些就是卷嘛，太卷了，为了生意，为了赚钱，所以不能说太多，因为我明白。目前我想学个 OW 是大概什么一个费用啊？需要几天啊 ？OW 我们海妖的潜店呢 ，OW 课程费用是2400啊，不贵啊。2400包括教练费、装备的使用、教材、OW 的毕业申请费。那我要没考过咋办？一般来说不会这个 OW 很简单但是前提要求你不能害怕水，能让我看到你在水里能放松的游一游。虽然说你水性不好，狗刨也算泳姿嘛，放松能在水面上漂浮，把头没过水中，不紧张。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基本都能学。3天课程的流程呢，就是 OW 的理论 ，OW 的宁静水域的课程，练习所有你要掌握的潜水技巧。泳池结束以后，还有4次的开放水域训练。PADI 的要求呢，4次开放水域呢是1天不能超过3次，所以这4次要分2天完成。PADI 的教学理念是以学员为中心，学员来定。比如说我1天1潜，我这个 OW 我学5、6天行不行？只要你时间够，只要我时间也够，也是2天4。也是2天。AOW 呢需要2天，一共是5潜，1天3潜，1天2潜。我们店的价格呢是2100。那住呢得单花钱了？住的话就单花钱了。我们潜店客房的不多，小房间就一个双人床，有一卫生间，但是肯定是干净。一间房1晚上我们是220。有早餐？不含餐，不含餐啊。餐这个东西，你教练非常好，我学的也非常开心，住的也非常好，就是吃的不好，我要给他差评，而且也是比较卷嘛，我都2400了，我再带饭，本来就挣不了多少钱。我想，比如说连续学就是2400加2100，对，4500完事儿。4500，5天时间，5天时间。但是我们有课程加住宿的套餐，多少钱？记不住了。PADI 的签证费每年都在涨，当地的这个物价也在1%的涨。我学 OW 的时候，12年的时候，你知道多少钱吗？合人民币大概2600、2800，现在2400，学费没有涨，而且还缩了。但是所有的运营成本都正上去了。这个岛是一个潜水的一个圣地嘛，中国人在国外的生意他不抱团的我看到很多韩国人的潜店相对于比较抱团，不会互相的拆台，你便宜我们也再便宜，卖2400，我卖2399，就不能再降了。就是你来了之后，就别再跟我砍价了。破岛还是非常安全，你晚上出去你爱咋住咋，你只要别钻那个人少的地儿，只要有人的地儿你就走吧，你爱几点回来几点回来没事儿。但是有一点，不要跟当地人发生冲突。你是老外，你对他好，你一个微笑能换来很多的微笑。如果你都是对人和蔼可亲的话，他们会成倍的对待你，你不能瞧不起他。对，就像我跟其他的一些教练来讲，不要管咱们的菲律宾的同事叫小工，不要管菲律宾的同事叫小黑。
特别对。你们俩是平等。如果你在学员面前说，哎，小黑啊，不能觉得你是中国人，你挣得多高一等，这不行。所以我就希望，即使来了菲律宾，来了薄荷岛，你来了之后，平等看待所有人。海外有这么多咱们华人在海外创业啊、工作呀，有没有想对他们说的吧？钱是自己的，攥在手里才是你自己的。投资要谨慎。如果有人跟你说哪有好的生意，咱们去看，80%是在骗你。在国外，不管哪个地方，只要有10个人，就会有1个中国人。如果大家聚集在一起，真是谁也不敢招揽。团结起来，我估计全世界第一。今天非常感谢虎哥啊！菲律宾薄荷岛的海妖潜水是你学潜水的最主要选择的潜点，肯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潜水体验。用脚步丈量世界，用眼睛观察世间百态。还是那句老话，世界那奇特，老杨在这儿呢，拜拜。